布林通道是十分简单有效的技术指标，大帅交易10年最常用的就是它。在这期影片，我将分享布林通道全攻略，从简单到进阶，最后到精通，包括最重要的实盘技巧，我都会讲到。我会根据所讲内容分成详细的章节，大家可以在下方进度条里根据自己的状况选择合适的章节学习。最后记得订阅大帅的频道。频道内我将和大家分享我自己写的 TradingView 指标和更多建构交易核心体系的内容，相信可以帮助你。以下为目录。第一部分，布林通道基础讲解布林通道的程式码逻辑与理念。第二部分，布林通道详解讲解布林通道的趋势和强度判断方法。第三部分，布林通道参数讲解布林通道的参数设定以及原理。第四部分，多周期判断讲解布林通道的多周期结合、看长做短方式。第五部分，布林通道核心讲解完整的布林通道交易策略指标搭配与教学范例。第六部分，布林通道之美股范例美股使用布林通道和搭配体系。第七部分，布林通道之商品期货范例黄金原油史用布林通道和搭配体系。第八部分，布林通道之加密货币范例 BTC 行情使用布林通道和搭配体系。第一部分，布林通道基础。布林通道 Bollinger Band 是由约翰布林格 John Bollinger 创立的技术分析工具，它可以动态的跟随市场的波动，提供有效的支撑和阻力区域，同时帮助识别市场的超买和超卖状态。布林通道的程式码翻译过来其实很简单，最重要的中轨就是20日移动均线，上下轨就是中轨加减2倍的标准差所构成的轨道。这3个轨道分别构成了布林通道的支撑压力位，而且不断变化。所以在整个布林通道中，最重要的是中轨，上下轨都是根据其来改变。在行情中，中轨也直接反映了市场的趋势和趋势强度。整个布林通道作为路径型指标，最大的特征就是判断支撑压力位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类似 MACD 或超级趋势指标等系统都不可避免的具有滞后性，而支撑压力位的判断却是事先显示的。所以透过布林通道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市场的支撑压力以及趋势强度，这是布林通道最大的特色。第二部分，布林通道详解。使用布林通道时，先看中轨，中轨是布林通道的关键。中轨往上往下代表趋势方向，中轨斜率代表趋势强度。同时当趋势上行时，中轨是支撑；趋势下行时，中轨是阻力。所以中轨也决定了趋势是否有转变。上行的趋势在有效跌穿中轨转弱，下行的趋势在有效突破中轨增强。这就是中轨的重要性。而在震荡行情中，价格主要在上轨和下轨之间移动。中轨走平，此时需要注意方向的选择。如果上轨开口，则为选择上涨。价格沿住中轨往上轨的阻力区，强时沿住上轨上攻，弱时回踩中轨继续上攻，直到有效跌穿中轨趋势结束。如果下轨开口，则为选择下跌，价格沿住中轨压力往下轨支撑跌去，强时沿住下轨下跌，弱时反弹到中轨阻力再下跌，直到有效站上中轨趋势结束。在使用布林通道时，一定要注意强度。强度的判断方法很简单，就是时间和空间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在上涨趋势中，如果价格跌到中轨附近，快速的反弹，并且开始往上轨进攻，则代表强度是足够的。如果跌到中轨附近守不住跌穿中轨，则是空间强度不够，要注意。如果跌到中轨守住了，但是涨不动，则是时间强度不够，也要注意，只是时间和空间强度都够了，才能维持上涨的趋势，否则强了也就走震荡趋势，弱了则直接趋势反转。第三部分，布林通道参数设定。现在打开参数设定，首先长度就是中轨的数值，如果你做短周期，可以设定的更小，例如设定成10中轨就是10日移动均线，预设就是20日均线。中轨的数值越小，敏锐度越高，短线转换更快更敏锐，但也容易因此错过大趋势。预设的20就是一个比较适合的数字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可以在下面设定移动平均的计算方式。SMA 为简单移动平均线，就是最简单的20天收盘价的
平均值 EMA 为指数移动平均线会对最近的数据给予更高的权重，越近的数据影响越大，所以 EMA 的讯号会反应得更快。SMA 则结合上上述 SMA 和 EMA 的特点，是平滑移动平均线，更稳定，适合中长期的稳定趋势。WMA 作为加权移动平均线，它的反应比 EMA 对近期的权重参考更大，但是反应没有 EMA 那么迅速。最后的 LMA 为成交量加权移动平均线，结合了成交量的判断，因此能够更好的避免虚假讯号。以上移动均线各有特点，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和周期来决定，以及是否有其他的指标搭配使用来辅助判断。新手使用可以设定成预设的 SMA， 特点是较为平滑，也许反应的不够快，但是对大趋势的把握较为明确，适合新手。接下来的来源就是移动平均的计算资料来源，预设我们使用收盘就可以，因为收盘价格准确地表达了多空双方的最后博弈结果。下一个设定标准差就是中轨到上下轨之间的距离，预设为2就可以。这个根据不同的品种和行情可以修改，但是我的观点是，不要试图使用一个指标来解决所有问题。我们可以搭配别的指标来建构三重共振，使用每个指标最具优势的特点即可。偏移也是同理，不用修改。在样式列里可以设定中轨和上下轨的线条粗细和显示，这里依照自身的需求修改即可。第4部分，多周期判断。多周期是极为重要的，短线成功率不高，就是因为没有多周期判断。在大周期面前，小周期可能随时走出较为极限的行情。我比较喜欢的方式是同时增减一个周期，这样结合判断，成功率会高很多，也不容易发生意外。然后我们使用不同的周期来做不同的判断。举个例子，例如现在要做日线等级的行情，那要参考的是1小时、日线和周线的布林通道。虽然都用布林通道，但这3个周期重点不一样。先用周线来判断这个位置开单是否有风险，然后用日线判断目前位置盈亏比有多少，今天是否有机会，最后用1小时找到明确的点位，买卖都是如此。例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到周线从上轨跌到中轨附近，并且获得了支撑，那么这里距离支撑很近，压力较远，就算要继续下跌，大几率也要反弹一下，所以在这里是周线的多单机会。然后我们看日线级别，在下轨开口沿住下轨下跌，并且已经跌深了一段，进入超跌状态。同时刚才看到了周线支撑有效，那么这个位置日线下轨附近企稳就是机会。然后开始观察1小时是否有买点，在这里我们看到1小时有多单的机会，那就可以在1小时的机会附近开单，然后以日线下轨偏下一点设定停损。离场也是一样，在不碰到周线阻力的情况下，在日线强度减弱，然后1小时趋势反转的情况下就可以离场了。空单的原理相同。第5部分，布林通道核心。布林通道最核心的功能就是支撑压力加盈亏比，其他的很多指标可以替代。就像前面说的，支撑压力是先行系统，不是滞后的，可以提前判断市场的阻力和支撑在哪。同时损益比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停损止盈点和预算获利空间，所以在这里我们在主图使用布林通道的同时，可以副图搭配其他指标来更好的掌握行情，尤其是可以使用3重共振系统来结合。例如在常规的行情中，我们可以使用布林通道加 RSI 加 MACD 的组合，其中我们使用布林通道来判断支撑压力位和盈亏比，然后再使用 RSI 来判断市场的超跌超涨水准，最后结合 MACD 来判断大趋势和离场点，确保更可能多的吃完行情。我们先判断好大周期，然后我们打开纳斯达克日线，以最近2次的下跌反转为例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下跌的过程中，要么是沿住下轨下跌，要么是沿住下轨下跌一波后反弹到中轨无法突破继续下跌。但是下轨到底哪里企稳，其实单独使用布林通道并不好判断，而且 MACD 也容易重复变化，这时我们需要用到 RSI 来判断超跌。可以看到在下跌过程中，当 RSI 接近底部区域的30时，就进入了超跌状态，此时价格也跌穿布林通道下轨，进入超跌状态。那么这里就是一个好的超跌位置，可以在这里把握多头的机会，
同时在这条 K 线的最低价下方设定一个停损单。第二天只要 RSI 开始转头往上，布林通道开始站上下轨，这就是企稳的表现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反弹的第一个目标是中轨。当反弹到中轨附近，我们就需要使用 MACD 和布林通道的小周期来结合判断强度。只要此时强度够了，在中轨附近震荡把中轨拉平，或是 MACD 柱体不断转强，我们就可以继续观察，直到价格达到上轨附近。MACD 柱体开始转弱， RSI 超涨，选择离场。当然，如果选择长线，可以等到布林通道跌穿中轨，同时 RSI 和 MACD 高位死叉或减弱共振离场，这样一笔盈亏比极佳且胜率高的交易就完成了。下跌也是同理，首先我们先确认大周期的情况，避免在主升浪等强势且大周期还有上涨空间的时候去做。然后我们打开纳斯达克日线，看看最近的一波下跌行情。这里在下跌之前，周线处于上涨周期，所以我们需要注意强度。下跌和上涨同理，首先我们在日线布林通道在上轨上涨的过程中，找 RSI 突破70以后的超涨机会。同时我们可以搭配 MACD 柱背离来把握短线机会，当背离且超涨时，我们切换到1小时周期，此时1小时在上轨之下走弱，同时 MACD 和 RSI 从超涨开始回落既是好机会。我们可以在这里开空单，目标为日线布林通道中轨，停损为1小时布林通道上轨。当价格跌到中轨附近时，一定要注意强度。前面讲过，强度是由时间和空间构成，即要快速跌穿中轨且反弹无力。如果在中轨附近支撑住且快速反弹， RSI 拐头就要离场。强度够的话，则可以做到布林通道站上下轨，或是 MACD 柱体拐头 RSI 往上为止。第六部分，布林通道之美股。美股的走势是较为标准的，是最简单的，我们不需要修改布林通道的参数。在体系搭配上，可以使用大帅 RSI 和 MACD 相互结合。主要的方式是顺势而为。首先透过周线确认目前的趋势和强度，计算盈亏比，然后注意周线的位置，并且选择一个方向。具体看日线的强度，一般做波段，在这里光线使用布林通道是不够的，所以我们要用大帅 RSI 来判断目前的强度。例如布林通道涨到上轨以后哪里要离场，或是跌到下轨之后哪里要加仓。MACD 主要用来结合大帅 RSI 做确认，同时观察背离强度来辨识可能的顶底风险。第七部分，布林通道之商品期货的话，因为有杠杆，所以对我们的技术要求更为严格。商品期货的特性是波动大，容易受到生产决策、天气状况、情势变化等影响，同时很多商品又有周期性，所以商品的种种特殊性要求更重视小周期和市场变化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把布林通道的长度参数设为12，以便在黄金、原油和农产品上更快地把握价格变动，同时可以大帅强力系统来判断市场强度。这里我们主要使用日线和1小时周期，用日线的布林通道加强力系统来判断方向，然后使用1小时等级的布林通道和强力系统来判断买卖点位。强力系统我以前的影片已经讲解过了。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，商品期货因为杠杆和波动性的原因，容错率较低，所以必须买在适当的位置和及时设定止盈止损，同时控制部位。不可频繁交易，没有位置，需要耐心等待行情的到来，不要强行去做。第八部分，布林通道之加密货币。加密货币整体波动较大，除了 BTC、ETH 等许多小币种更为疯狂，同时可以开高比例的杠杆和合约，注定了加密货币极易爆仓。当然风险也包含着巨大的利润，所以对加密货币的交易技术执行要求最为严格，需要随时谨记盈亏同源性。在设定上，波动较小的品种像 BTC、ETH 等可以使用布林通道20的预设参数，结合大帅 RSI 和大帅强力系统来做周线和日线的行情。波动较大的小币种则建议使用大帅 RSI 加布林通道12参数来做15分钟的行情，参考1小时的波动，不需要太大周期。同时，如果杠杆高的情况下，部位一定要低。新手的话，不要去碰小币种 BTC、ETH 等体量大、交易活跃、波动稳定的较为适合。具体的技术参考以前的视频，
大帅 RSI 和大帅强力系统都讲得很清楚了。谢谢你看到这里。在交易的过程中，最重要的是有明确适合自己的体系，并且依照体系去执行，这个是最重要。同时注意不同品种的波动性，不要把所有资金放在一个市场里。如果你刚开始交易，最好先透过类比盘练习来熟悉体系，并且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交易状态。如果你是交易老手，我相信上面的内容也一定对你有帮助。我是大帅，感谢观看我的视频，谢谢。